Hello。嗨。后背有很多一条一条的痕迹，形状大小不一样，像用小刀或尖刀一刀一刀划出来的，但不排除是用绳子勒出来的。好的，局长。对，我押着他过去，您放心，当时一定出现。您放心，您放心。警长，局长又打电话来催了，你这样让局长在他老婆面前很没面子好吗？相亲才让我很没面子好吗？我这种长相还用相亲吗？再说了，相亲闹破案有意思啊。警长，问题是你让局长以后怎么看我们？你家里有钱，不在乎升职加薪，但是我需要啊，大哥。所以啊，我才一直让你替我去。我用相亲吗？拆，拆，拆，来，拆，帮我把门口的警车和警察都撤了好吗？啊，真是搞这么大，以后我还怎么做生意啊？都死人了，你以后还想做生意啊？哎，又不是我杀的，我以后为什么不能做生意啊？谁说不是你杀的？拆，你可别回我呀！拆，你去帮忙啊！先把门口的警车和警察撤了，眼瞅着就开始上人了，你闹大了就麻烦了。你知道我养着一大家子人也不容易啊。每次让你换监控，你都跟我哭穷，这回我帮你换。拿这笔钱换监控，我看应该够。喂，我警告你，你再这样的话，小心我告你袭警啊！拆，你还是不是我老乡啊？你还是不是从大鹏西矿出来的人？你老爸对我们可不是这样的。我就是在救你，老乡。每次都提醒你要换监控，每次你都当耳边风。没有监控证明，现在死人了，那谁都有可能会是杀人凶手，你知道不知道？啊，包括你。大家看好了，这是他的钱，我们帮他装监控，多退少补。听明白了吗？这我也没杀人啊！我可以进来了吗？你已经进来了。畜生！怪不得那么多男人都对鞭子着迷啊！
Thank you。永辉哥，他听得懂泰语？他听不懂，他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那你怎么听得懂泰文呢？不过是带了一个时空弧翻译耳机而已。你居然会说汉语？第4代华裔，怎么称呼？我叫金玲，中国法医，公派来贵国参加警察学院法医研究所的一个法医昆虫学国际交流项目。扑克脸今天来不了，所以请他来帮忙。算他懂事啊。回头我请他吃饭。请问你怎么称呼？我叫瓦拉里罗，是分局警长，你可以叫我差。而且还是分局的选美冠军。是全曼谷的，幸会。You're welcome。你再仔细看看。看着挺面熟啊。你来过这里呗？我要来这，怎么可能不带上你？行了，你看过了，我就不用看了。可以了，装起来吧。这屋子里的味道好古怪啊！报案的人说是他自己特意带来的壮阳药。壮阳药？那这个壮阳药对我的作用应该正相反。好的，谢谢，回头联系。怎么样？死者身份确认了？杀处27岁，南方人，从业时间5年。从现场看，杀处应该是被勒死的，凶手用力比较大。颈部正面的软组织下陷很深，颈椎也已经移位，死的速度应该比较快。性虐待吗？房间里已有的皮具和死者脖子上的勒痕，还有身上的伤痕比对不上，目前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器具，所以不排除是故意杀人。所以应该不是屋里的那些皮具所勒死的。对，死者脖子上的勒痕相对平滑，也没有皮外伤，所以肯定不是造成后背伤的器具勒死的。至于用的什么作案工具，这个要等痕迹的同事们搜索的结果，然后再共同比对一下。死亡时间应该不超过2个小时。现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调监控。调监控？就这种地方会有监控吗？接下来全靠法医大人和痕迹兄弟们了，等你们消息。哦，对了，我唯一想要提醒的就是，放心，现场所有的痕迹都已经取样留存了，包括精液。We are professional. You're professional。走吧，辛苦。我去，韩景天，金玲，什么情况？你怎么在这个地方？金玲，你听我解释，我来这里是找行李的。你来这种地方找行李？怎么回事啊？这个中国人楼上楼下的乱窜，我们就把他给控制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到的？到了为什么不联系我？我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那后来我有给你打电话，但怎么都打不通，后来我手机就被他们给拿走了。看来你没有机会了。你联系不上我就来这种地方？我是来找那个出租车司机的，我行李在他车上。什么乱七八糟的？姑娘，男人来这种地方，并不代表他不爱你。看，替我翻译。男人来这种地方，并不代表他不爱你。我对你的3观深表遗憾。他说的。彭妹奈马丁咖喱，很准确，很流利啊。你会泰语？啊，不是，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用手机翻译软件现学的。什么意思？我不是嫖客。你听到啦？我男朋友不是这种人，可以放他走了吗？目前还不行，
按照程序来看的话，我们必须先排查他是否有去过受害人的房间。怎么可能？我去过。我对你的遭遇深表遗憾。你好，既然是你男朋友，那请你回避一下吧。知道。Hey, what taking so long? I'm done. I'm done. Be quick. I'm done. 按照你说，你在机场叫的那辆出租车，然后上了车之后，那位司机一直在追赶，是吗？嗯。他带了时空五翻译器，随便说。对，他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就突然飙起车来。然后他就好像要赶着去哪里的样子。到了这儿之后，他就直接进去了。我在门口等了他好久，他还没有出来，所以我就是想进去找他。难道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我知道啊。那你还进去？嗯。全世界的男人都一个样啊。哎，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是我的行李还在他后备箱里，而且我还没有付给他车钱。所以你进去那个房间，那个女人已经死了。我不确定她是不是死了。我记得那个房间里很暗，当时门是敞开的，我就进去了，但是我没有发现我的出租车司机，然后我就跑出来了。主要的是，我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并不在里边，然后我就出来了。我是在其他楼层找人的时候，
才突然发现这里已经开始乱了。后来警察就来了。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在里面找到杀手的房间呢？快说！你说那么大声干嘛？慢慢说啊！快说！是这样的，我看到那位司机先生脖子上挂着一个琥珀吊坠，是玫瑰消眼蝶翅膀的吊坠。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真的玫瑰消眼蝶，所以我就在没有经过人家同意的情况下，偷偷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我就拿着照片去问了工作人员，就找到那儿了。蝴蝶？嗯。照片在哪？在我的手机里。那你手机呢？在你们那里。把他手机拿来。不需要了，他所描述的和报案人身上的挂件是一样的。我刚刚看见过。不过一只蝴蝶的翅膀而已啊。有什么大惊小怪？那不是普通的蝴蝶翅膀，那是玫瑰消眼蝶的翅膀。玫瑰消眼蝶被国际濒危动物保护委员会定为 R 级，也就是世界上最珍贵级的蝴蝶品种。等你们看了照片就知道了，全透明的，没有磷粉，下端是粉红色的，非常非常漂亮。对不起，我刚才忘了介绍了，我男朋友是昆虫专业的研究生，来曼谷农业大学进行交换学习。怪不得，原来是玩虫子的。我相信我男朋友，在他眼里，红灯区和菜市场没有多大区别。恋爱中的女人也都一个样啊！啊！行了，放人。啊？放人。警长，我们按程序。放人。但是按照程序，我们还是必须提取一下你男朋友的生物信息，就一下下，很简单。然后我们会和屋子里的那些痕迹去做一下比对。没问题，我说了，我相信他。还有，按程序，这个案子的法医部分还是希望你可以回避一下。当然，我本来就是替马里奥来帮忙的。谢谢配合。麻烦你帮我把这个转交给那位司机，跟他说不用找了。You're welcome. 半年不见面，见面就在红灯区，我们俩真是绝了。就问你服不服气吧，我这柯南体质。岂止是服气啊，我简直是膜拜。没想到你居然会专程到这边来陪我。不过，之前你一直对我爱答不理的。啊，我是来留学的。嘴硬。景天，我知道我分担不了，但是我懂你的感受。这半年，虽然我们的人不在一起，但是我的心一直和你在一起。你来了，我特别开心。接下来你也能好好调整调整。警长好。警长，他们走廊里的监控录像
要么就是视角狭窄、成像模糊，要么干脆就是假监控，根本指望不上。早想到了，等等法医和恒记兄弟那边的结果吧。杀鼠的死亡时间只有2小时，不会有多少人的。那个中国人还是等精液比对结果出来之后再放吧。他就免了，让他走。我看他对女人的兴趣远远不如他对昆虫的兴趣。你让兄弟们抓紧把所有出现在那里的客人都站好了，进出时的时间都给我排查出来。警长，干什么啊？哎，警长，哎，我们是刑警，你确定我们也要考勤吗？对啊，为什么我要考勤？哎呀，刑警也是警察，也要参加考勤的呀。连续迟到3天的都得带上，这是我们的规章制度。我也只是按规矩办事的，不服的话，你可以去找局长。哎，带上，配合一下新局长。笑什么？我觉得很好看。干嘛？别动，别拍。那德哥哥也要带上呢。啊哈，德哥哥轮到你了。好。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原来你也经常知道啊。我们再来一张合影吧。这有什么好拍的啊？我最不喜欢拍照了。来 ，OK， 去吧，别让我逮到你迟到。哇 ，Hello Beauty！ What the fuck！ 哎，这谁啊？你的手铐为什么还挂在腰上？还不赶紧给他铐上！哎，竟然敢抓我的屁股！别生气。疯了吧？冷静。警长，等一下，我想跟你看一下，我真的没有骗你。你看，这个就是那个司机吊坠上玫瑰消眼蝶的翅膀，是不是很漂亮？你看这个是完整的玫瑰消眼蝶，它的翅膀和蜻蜓一样都是透明的，但是颜色会更鲜明一些。真的漂亮，信了吧？比起女人，她还是更喜欢虫子啊。警长，我有个事情请你帮忙。认一下吧。马里奥临时找我有事，我没法送景天去他的住处了。他的师兄待会儿来接他，能不能先让他在这休息一会儿？你俩没住一块吗？当然不啊。Come on， 人家对你是说了啊。红梅的马蒂咖喱。两回事儿，我没有纪律。行吧，交给我。啊，那我走了。拜拜。对了，你的汉语不错。我天天练的。哎，我跟你们说一句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甘来。梅花香自苦寒来。梅花香自苦寒来，可以吧？哦，还有啊，我建议你多观测你的血糖。不，我从小就爱吃巧克力。哎，给你一个。不用，走啦，拜拜。拜拜。再给你。我不吃巧克力，谢谢。你怎么都不爱吃巧克力？事儿真多。我车走了。Hey, who are you? Why you stay here? 他就是报案人，是他发现的杀鼠尸体，刚录完口供。他就是拉我的那个司机。Where is you here? Go away. Sorry, I was a bit lost. I'm about to leave. Remember to always keep the phone on, and then come here right away when we call you. Yes, sir. Stop. This Chinese man, he said began you drive a car at high speed when he got into your car. It seemed you were chasing the target. So, what were we chasing after? I already told the police officer just now. I wasn't chasing after anything. I was in a hurry to find a woman in Patpong. So you didn't care about the passenger in your car? A man will care about nothing when he's on impulse. You get it?
Okay. So why you didn't choose another woman, but you choose Shachu? Shachu. Oh, I was in a hurry. I just was in a hurry looking for a girl recommended by the boss.来人，把他关起来。 Hey, I'm the informant. I'm the informant. Why do you take me? Why? 等一下。Look at my eyes. Look at me. And you say, I didn't kill anybody. Look at me! Speak. Speak out! You can speak. You dare not, right? So you better fucking stay here. And you cannot leave without my permission. Get it? 带走。 I didn't kill anyone. I didn't kill anyone. It's too late to say that. I'm not a killer. You should find the real killer. I will. The coffee. Keep the change. Thank you. Go. Go. 那钱还你。你在这休息一下吧。有什么事随时跟我说，啊。哦，对了，我呢叫瓦拉里洛，你也可以叫我拆。好，谢谢。 这是什么？瓦拉里洛给咱们的礼物。礼物？对，一具焦尸，一具15年前的焦尸。这都烧焦15年了，案子还没破啊？破了就不会送到这儿了。一直以来都找不到对应的失踪人口。什么时候发现的？15年前。天哪，这都过去15年了，怎么办啊？ 所以说，瓦拉里洛就是个神经病。
现在后不后悔？后悔。以后还打不打架了？不打了。那好，你们俩并排站好，再靠近一点，抬起手来，共同比个心形。别磨蹭，快点。微笑。哎，很好，保持住。哎，在这上面签字啊。行了，以后出去再遇上就是相亲相爱的好朋友了啊！不许再打架，听到了吗？啊，是。带他们两个去结案吧。是，走吧。生物信息实验室把今夜比对结果发过来了，你马上下载下来，快点。这么快？好了。靠，这不是派吞吗？你认识啊？以前的同事，后来因为违纪加上老婆生病，就离开了。这样，怪不得比对结果这么快就出来。原来个人信息本来就在咱们系统里。哎，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呢？难道杀处当天只接待了派吞一个人？那个报案司机呢？应该不止当天。据帕蓬那边的人说，除了接待派吞，杀处近2个月来都没有接待过别的客人。至于那个司机，他不是说了，他一进去就发现杀处已经死了。那为什么杀处单单接待了派吞？他被派吞胁迫了？又或者他们2个人的关系不一般？这个问问派吞就知道了。让兄弟们定位派吞的手机，准备抓捕。收到。那个报案司机应该可以放了吧？看来他应该是没嫖成。没嫖成并不代表他没杀人。很多人去那里不一定是去嫖娼，而是去满足自己的一些特殊癖好。从杀处的尸体就能看得出来。他在死之前应该备受折磨，可是毕竟是他报的案啊，对吧？照他说的，应该就是派吞玩大发了，失手杀了杀处。不是，所以你还不赶紧带兄弟去抓捕派吞，还在这跟我废话？是。卡，还有你，跟我走。姐，把派吞的行程记录整理一份发给我。是。越详细越好。是。为什么会是派吞呢？我到这儿2年了，都没去过警察局，更没去过帕蓬。你到这儿第1天就1日游了。我知道你是羡慕我，一点都不。我这辈子可都不要跟女朋友在红灯区重逢。唉，我也真是服了自己。你就应该直接通知我去机场接你，这样就不会那么麻烦了。不过，恋爱嘛，本来就麻烦。也不是，是我这个人天生就麻烦。师兄弟们都传说你是柯南体质，现在看来真是，到哪儿死人。这都到泰国了还这么灵。对不起，我开玩笑。我知道。要不然你也不会和我一起合租了。就是，能把我克死，算你真本事。哎，师兄，你来这边还习惯吗？啊，蛮习惯的。这边相比国内相对悠闲得多。那专业上还顺利吗？啊，还行，适应中。
很久没见，差。是啊，老婆还好吗？她死了。对不起。死了几年了，谢谢你还能想起她。我看这几年你好像去了不少地方。是，散散心。你去印度待了一段时间。是啊。印度是个好地方。差，我们直奔主题吧。我不喜欢在这个地方和你叙旧。哼，还是那么猴急。嗯。认识这个人吗？嗯，认识。今天去找了他。是啊。实话实说，不当警察就有这样的好处。他死了。杀手死了。死了。今天上午跟你分开之后，他死了。不可能！在哪儿死的？怎么死的？谁干的？你怀疑是我杀的？你们怀疑是我杀的？不是，我老李路，这么长时间没见，你还是那么自以为是。这才是我认识的派吞。你刚才彬彬有礼的样子，都把我吓到了。你不用跟我扯这些没有用的，回答我，杀手在哪儿死的？怎么死的？谁干的？你是一下飞机就去见了杀手？没错。这么着急？废话，不然的话，我为什么大白天去那里啊？也对啊，怪不得你和他搞了那么多花样，还失手把他弄死了。他真的死了。拜托，拜托，请你告诉我，他怎么死的？谁干的？谁干的？解剖了吗？她怎么会那么大反应啊？不就是个妓女吗？妓女不是人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妓女，她至于那么大反应吗？
普通妓女不是人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沙楚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妓女，那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肯定不一般。他们俩之间一定有什么秘密。你还是想好了再说话。好。那个报案司机情况怎么样？很平静，他一直在打坐，也不吃东西。跑到警察局里冥想来了。伦威跟我说，死亡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而据帕蓬的人说，案发前的那2个小时内，甚至近2个月来，也就只有派吞和那个报案司机进去过。现场的指纹和脚印也证明了这一点。还有那个中国人。ผมไม่ได้มาตีกะหรี่คนนั้นหรอ你就那么信任他？我说了，他对虫子远远比对女人更感兴趣。更主要的是，他好像一直就心不在焉。好，那我们就暂且先不讨论他了。对了，生物信息实验室说了，现场只发现了派吞的精液，所以现在有一个可能就是像那个报案司机说的那样。就是派吞一下飞机就直接去找沙楚玩耍，总之2个人玩大了。他失手杀了沙楚，然后就逃跑了。接着沙楚呢就被报案司机给发现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沙楚接待完了派吞，再接待的报案司机，而这个司机有特殊的癖好，折磨死了沙楚。那个精灵都说过了。不排除有故意杀人的可能。如果是故意杀人的话，那个司机干嘛还带着壮阳药啊？并且动机是什么？好，那先不管派吞，他是失手杀人还是故意杀人？弄死沙楚之后，他为什么不跑呢？而是乖乖跑回家里。如果他是故意杀人的话，那他的动机又是什么？对吗？反正不是他就是他。哎，玩过这个吗？不是他，就是他，玩过吗？玩过。男人拿不定主意就会玩。那我估计女人挑男人的时候，一定也玩过。不过我觉得还是抛硬币更简单，而且也更严谨。那个景天跟我们说过，那个报案的司机是一路追着什么到帕蓬的。他是在追派吞吗？认识这个人吗？就是他报的案。不认识。Hey you. Do you know this guy? No, I don't know him.
据我们了解，你是杀处2个月来接待的第1个客人。我不是他的客人，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我去印度之前，我们2个已经说好了，他等我2个月，等我从印度回来，他就离开这个行业，和我一起生活。年轻人，用你的脑子，事情明摆着。我走之后，那个印度人跑进来，折磨了杀楚，然后杀死了他。不信你可以问老龙威，死者后背的伤口是死前造成的，还是死之后造成的？老龙威从不掉链子，如果是死之前造成的，那就一定是那个印度人干的。他折磨了杀楚，对，然后杀了他，对，然后自己报了案。他为什么这么做？你给我一个理由。好，那我问问你啊，我为什么会折磨杀楚？我为什么会杀杀楚？并且我杀完了，为什么不跑路？还老老实实在家里等着你们来抓我的？这个问题别问我，问你自己。少跟我来这一套。你跟瓦拉里路这么久了，就学了这些？小朋友，我当警察的时候，你还是颗受精卵呢。你们不能因为是那个王八蛋报的案，所以就相信他没有作案啊！我们没有相信，所以你看到了他也被关着。泰顿先生，放松。我们又给你申请了24小时的拘禁，你时间很充裕。你慢慢想，不着急。要是还想不起来，我们就搜查你的家。鑫，我想去个洗手间。忍一下，去看守区的洗手间，忍忍。走。鑫，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别忘了，你分到局里的时候，是我请你吃的第1顿饭。你还说那顿饭是你长这么大吃的最好吃的。嗯？
喂，尸体解剖完了，整体的情况和咱们在现场的感觉差不多。死因是常见的勒喉窒息而死。死者生前确实和一个人发生过性关系，阴道里的精液和现场找到的精液残留都是一个人的。生物信息实验室的比对结果是派吞，你应该已经找到他了吧？这就是。死者的后背伤痕的形状很特别，伤口像是被无数把小刀挑开的样子，但走势又像一条鞭子。现在可以肯定，不是房间里那些皮具所造成的。具体是用什么造成的，还在排查中，估计得需要一段时间确认。这么说来，你们在现场也没搜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啊？你人缘不好，果然是有原因的啊。那这些伤痕是死者死前造成的，还是说在死者死后造成的？确定是死前。那死者是被什么勒死的？好问题。死者肌肤上留下的纹理和房间里床幔的纹理一致。在床幔上，我们也找到了属于死者的皮屑和软组织。那也就是说，死者是被一种特殊的、目前还不知道的器具鞭笞折磨，而后被床幔勒死的。所以死者可能是被一个人折磨，然后勒死，还是说先被一个人折磨，然后再被另一个人勒死？还是同时被2个人折磨并勒死？那个地方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你这事搞了半天，什么也没搞明白。你在吃东西呢吧？吃了，怎么了？唉，你一天到晚都在吃东西，你就是个还没有脱离口欲期的混蛋。我要洗澡了，拜拜。妈的，2个人还是一个都不能放。把门打开。什么时候发现的？就在接到了你的电话之后。把他带走。快点！你们还在这傻站着干嘛？还不赶紧看监控回放！是。真是见了鬼了！你怎么带他来了？他在中国帮助警察破过很多案子。我在路上查了一下，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用来折磨杀手的凶器——印度乌鲁米软件。我告诉伦威了，他找到一条软件比对过了，基本确认。我仔细观察过报案司机的手，上面有很多伤痕，很有可能就是练这个剑练的。德卡菲。王八蛋，他居然用这种东西对付一个女人。这种软件方便携带，很有可能还在他身上。他是报案人，所以就没搜身，而且他一直坐在那儿冥想，我们就大意了。那现在赶紧去搜啊！
人已经跑了。跑了？行了，人都已经跑了，你们也想起来了，马后炮。进来说。我一直在睡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有动静我早喊了。你把我们当小朋友啊？你本来就是小朋友。哎。等一下。站起来！叫你站起来！稳住！拿着它！拿着！是因为受伤时间较长，发了低烧。怎么会这样？还不是因为你没搜身。进。警长。怎么样了？我去，这活见鬼了！印度柔术，这电影里演的都是真的。在这里，那个隔断里有个通风孔。哎，等一下，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个派吞被折磨之后不报警，反而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他离开啊？好问题，信，当时是你让派吞挪到乔普拉隔壁的吗？是，他说他不想面对那个乔普拉。他还说什么了？他还用了一下他自己的手机，说是还信用卡。所以你给他了？是的。你疯了吧？啊？他当着我的面操作的，很快他就给我了。我闭嘴吧你！把派吞的手机拿过来。是，局长。已经解锁了。给。真的，你看，他在4点27分的时候真的还了信用卡。你在忙活啥呢？你看这儿，屏幕使用时间，点开这一栏就可以看到手机里所有软件的使用时间。再看这里，
下午的4点27分，他除了还信用卡之外，还使用过一个智能电源的 APP。哪个呀？这个啊。这个呀？对。这个是啥？这是一个中国产的智能家用电源，也就是说，下午的4点27分，他接通过某一个地方的电源。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这么说吧，这个 APP 可以远程控制家里的家用电器的电源。比如说，你想打开电源的话，就点击这里，家里的电器就可以开始工作。如果你想关闭电源的话，就点击这里，家里的电器就会停止工作。我去，还可以这么操作的呀？这个派吞明明被关在这里，他为什么要接通某处的电源，还要假借还信用卡的名义来偷偷操作？而且他接通这远程的电源是要干什么呀？我都忘了。现在基本可以肯定，是那个报案的司机，乔普拉。OK， 乔普拉是他折磨并勒死的杀手。你这不是废话吗？刚才的那个派吞 ，OK， 派吞，他眼睁睁地看着乔普拉凭借特殊的能力进入了他的隔间，而且还狠狠地折磨了他。那他为什么没有喊叫，也没有求救，反而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乔普拉自由离开呢？尤其派吞他知道乔普拉是折磨并杀死杀楚的人啊。对，联想到派吞特意调到乔普拉的隔壁，又特意的接通了这个远程的智能电源，所以我强烈怀疑，这很有可能是派吞设置的一个陷阱，目的就是让乔普拉自己跳进来。那也就是说，现在乔普拉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但我还没有想明白的是，派吞是怎么知道乔普拉有特殊本领，可以逃出警局的？而乔普拉，不管他是杀了杀鼠也好，还是主动报案也好，显然他是知道派吞这个人的。那他为什么要这样疯狂地追逐派吞？当他找到派吞之后，又费尽心机地离开呢？那我现在就去审派吞。等一下，我太了解派吞了。我们光是这样审是审不出来的。你赶紧去向局里汇报，马上全程通缉乔普拉。我们现在先去派吞的家，看看能不能发现那个什么电源连接的是什么。所以现在确定连接的是派吞的家吗？死马当活马医吧。什么意思 ？Make every possible effort. Yes， 走吧。聪明。你说乔普拉他接上你之后，又接了一通电话，然后就追着了吗？对，一路追到派通。没错，然后他把车也扔了，不管不顾的就上了。你说的对，他应该知道派吞是谁，所以他在折磨杀楚的时候，就是为了想要知道派吞的下落，然后也有可能是不小心，也有可能是蓄意杀了杀楚。我更倾向于是不小心杀死的，不然的话，他为什么用床幔而不是软件勒杀楚的脖子呢？不管他是不小心还是蓄意杀的杀楚，那他为什么又要自己报案呢？我想起来了，通过精液比对，我们几乎没费什么功夫就锁定了派吞，因为他的生物信息本来就在咱们警局内部的系统里。聪明，很可能乔普拉在折磨杀楚的时候，杀楚比较硬气，用派吞曾经当过警察的身份威胁了乔普拉。乔普拉知道了，原来派吞他当过警察，也看到了现场派吞留下的精液，就决定通过自己主动报案的办法，一方面利用我们的思维定式，让我们以为罪犯不可能自己杀人又自己报案，从而把水搅浑。更重要的是，他想让警察通过比对精液来帮助自己找到派吞的下落。并且乔普拉自己也清楚，以他的本领，在警察局里，普通的看守区是看不住他的，所以他才决定铤而走险。艺高人胆大呗。什么意思啊 ？This is your handsome. Handsome. 对啊，你坐后面。
啊，今天坐前面。怪不得当时乔普拉录完口红不走，还在局里晃来晃去。原来是在观察局里的地形。可以啊，乔普拉，踩点都踩到警察局里了。虽然用了自己报案的手段，但他还是知道警方还是会怀疑他，不会轻易放他走。所以他干脆就在警局里乖乖打坐，直到警方配合他找到派吞，带到他面前。什么叫做警察配合？什么叫做带到他面前啊？对不起，我就是强调一下。算了，我还是不说话。人间不拆。什么词儿？听都没听过。新词儿，网络用语。但事实证明，我的直觉还是准确的，他就是凶手。我把他关起来是正确的。好，我承认，我们确实忽略了他不着急着走，反而踏踏实实在局里打坐练功的事实 ，OK 吗？那乔普拉那么大费周折的追踪派吞，又是为什么呢？是啊，好不容易找到了派吞，又狠狠折磨了他，然后又逃走，是为什么呢？他应该是从派吞嘴里得到了什么样的讯息，而派吞正是利用这个讯息将他引进自己设计好的一个陷阱。至于为什么，那回到之前的问题，派吞他费尽心机，不惜牺牲自己，把乔普拉引上陷阱，那又是为什么？复仇。女人的直觉。这么说来，派吞还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吗？哎呀，喂，说。啊？我知道了，先这样。重要线索，蔡县有交代说，他白天曾经让派吞自己上了一次办公区的厕所。蠢货！以乔普拉的身手，很有可能在那个厕所里，派吞和乔普拉发生了什么。今天你俩不用下手，乔普拉太危险。哎，危险！危什么险？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就更危险了。你看里面都是些什么？我想，也许我知道派吞的陷阱是什么。是什么？刺客毛虫。啊？他体内的毒素有强力抗凝血剂。被它咬过的人会耗尽血小板，所有曾经受过伤的地方、有疤痕的地方，甚至补过的牙、耳洞都会开始流血，并且止不住。我操！天哪！
窗子怕我，你穿吧。在日平均温度28.5摄氏度的曼谷出现这种东西，奇不奇怪？加热器，中国产的。哎，你看这儿，果然是智能插头。哎，别动，另一端可能还在工作呢。啊。果然温度也是30度。我认识阿拉伯兄弟，但我想知道的是，派顿他到底想搞什么名堂？先出去吧，出去再说。我去，为什么把这给忘了？什么？你看这女人像谁？像沙鼠。这是派顿的老婆，几年前去世的。那这就说得通了。唉，从车里被翻得一片狼藉的情况来看，乔普拉他肯定是来过，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目的，是不是要找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有没有被找到？那现在人都已经跑了，这陷阱也白费了。不，现在才有可能是乔普拉最危险的时候。咱们能不能一次性把话给说完？对不起啊，我刚才说的呢还不够完整。刺客毛虫的可怕是在于，刚被它咬到的时候，并不会出现任何反应，很容易不以为然。在随后的一定时间内，被咬的人身上的伤疤、伤口才会开始出血，而且止不住。如果是新伤的话，尤其是内伤，出血就会更加厉害，所以必须马上送到医院。必须要送到医院？这么说吧，就是必须马上尽快接受治疗。这个派顿的身手我很清楚，那搞不好乔普拉也伤挺重的。而且乔普拉的拖鞋落在了警察局里，如果是光脚的话，被咬的概率就更大。局里有乔普拉的下落了吗？目前还没有。告诉他们，重点关注医院，还有诊所，大小的诊所都包括。收到。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也许能找到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又说中文。还挺可怜的哈。吃饭了。卡顿卡，好，不吃饭。Thank you。卡顿卡。吃饭了，警长。来，谢谢。谢谢。能确定乔普拉真的被刺客毛虫给咬了吗？反正刚才要不是景天帮我拦着，我肯定已经被刺客毛虫咬了。哎，景天，你都还没有跟我说那个派顿他鼓捣刺客毛虫的陷阱的事情。那也只是我的猜测。啊，我够，要不然你吃吧。快说。是这样啊，我们来的时候呢，德不是接过一个电话吗？你们同事交代，白天的时候呢，曾经他让派吞一个人去了你们办公区的厕所。也许在厕所里，派顿和乔普拉发生了什么？没错，也只有这个可能。派吞应该是在厕所内，通过什么方式发现了乔普拉的特殊本领，知道警察局根本关不住乔普拉，他也知道乔普拉不会这样放过自己，所以他打算启动这个陷阱。
I will make your life miserable until you give it to me. 我猜乔普拉这样费尽心机的找派吞，很可能是因为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应该非常的珍贵。派吞呢，应该是把这个东西藏在了车里，然后布置了刺客毛虫阵来保护这个东西。派吞之前布置刺客毛虫阵，应该只是为了以防万一，求个心理安慰，并没有想到会发生乔普拉追踪他的事情。 所以他最初只是想让刺客毛虫正常孵化而已。我曾经呢读过一篇论文，刺客毛虫正常孵化成虫时间是在温度24度、湿度60%的情况下10天左右。但派吞已经被警察带到警局，并且察觉到了乔普拉的威胁。当然了，现在来看，就像金陵在车上的猜测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 派吞应该是为了替酷似自己妻子的杀鼠复仇，所以他决定启用这个刺客毛虫阵。首先，他通过手机用远程智能电源开启车内加热器，试图让刺客毛虫在高温高湿的条件下提前孵化出来，然后再利用猜信调到乔普拉隔壁，方便乔普拉接触自己。 认识这个人吗？就是他报的案。不认识。嗯，给你。你说的，就用一下，就在我眼前操作，快点。谢谢，亲，你果然是我的好兄弟，马上，很快的。 是不是很快？哎，等一下，先，帮我换个地方。只要不是正对着这个人就行，哪怕在他隔壁都可以。他这么正对着我，我害怕。啊！谢谢信啊，等我出去请你吃饭啊。 需要10天左右的孵化期，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吗？根据有效积温原则，只要在孵化期有效温度的总和达到相应数值就是可以了。我是猜，派吞除了赌这一点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办法。毕竟他也知道你们不会放他走，所以是我们的责任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知道你们不放他走是对的。 我只不过说一下当时的情况而已。从监控里来看，乔普拉他钻到派吞的地方，他停留了几10分钟。
租个车随便去了，离得又不远啊，还要还车，好麻烦。你可以异地还车呀。这段时间里，派吞要假设被乔普拉制服和折磨，要忍住痛苦，尽可能的拖延时间，直到假装被折磨不过而告诉乔普拉那个东西的下落，并且这一切还不能让乔普拉有所警觉。而在乔普拉逃离之后，又坚决不报警，既为孵化刺客毛虫争取时间，又可以对警察隐匿乔普拉的下落。苦肉计。对，苦肉计。啊？苦什么计？苦肉计，就是这个派吞用伤害自己的办法来欺骗乔普拉。嗯。喂。对。啊。好，知道了。去派吞家的痕迹兄弟们在车里找到了几处血迹，经过比对，与乔普拉留下的生物信息基本一致。对啊。你说派吞是更爱他老婆呢，还是更爱杀楚？我觉得，当然是更爱他老婆了。毕竟杀楚只是长得像他老婆而已。哦，就只是为了一个像他老婆的人而杀人，甚至不惜伤害自己。那就更能说明他还是更爱他老婆了。你说 Guy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们在说，派吞让我重新相信了爱情。小红茶。你的律师来了，派吞。你现在可以去办保释手续了。
你们终于相信我没有杀人了？所以你杀人了吗？当然没有。我说了，是那个人杀的，是他。所以啊，请吧，派顿先生。那再见了，差。再见。哦，别了。要是在警察局的话，咱们还是就别再见了。咱们换个地方再见。听你的。等一下，我们的派吞果然是个愿意为爱情献身的男人。别动！一前太主。谢了。哦，我赌放了你以后，你一定会寻找乔普拉为杀主报仇的。他们都不相信，都说你会赶紧跑路的。你们为什么帮他？是他杀了杀主，还残忍地折磨了他。我们并不是帮他，我们只是为了通过你找到他，就像他通过我们找到你一样。用汉语的话来说，这叫……警长，怎么说来着？叫做……我也没记住，回头教你行吗？派吞，我现在以杀人未遂的罪名逮捕你，你有权可以聘请你的律师。带走吧。Wait! Sorry, I didn't plan to kill her. It was really an accident. Sorry. 畜生！我要杀了你！你这个畜生！我要让你死的比杀猪还要惨！畜生！他都已经被刺客毛虫咬得够惨的了。带走。走。Behave yourself this time.
You did find me. Someone helped us. Peyton? Did you release him? How could we find you without him? Where is he? Maybe he's ready to trouble you. So we are here to offer you help. My belt. Maybe I will let you taste it. You are a coward. You used this dog to harm a defenseless woman? Hold on. Can you let me see that Chinese man who paid the car fee? Can you untie one of my hands?解开。Thanks, Chinese man. You are a kind person. This is for you. That's your business. I had no intent on killing that woman. I just lost control. Please trust me. I'm willing to receive punishment. I want you to help me. Okay. I just want to tell you.拿到了吗？是什么呀？我还没看呢。蝴蝶标本，这是什么蝴蝶呀？近代会凤蝶，印度的国蝶，几乎已经灭绝了。这么珍贵啊！这可比珍贵更要珍贵，这是一只阴阳蝶。阴阳蝶，就是雌雄同体蝶。你看它的这边是雌性蝶，这边是雄性蝶，同时它还是一只完整的蝴蝶。它的稀缺性在于这种阴阳蝶已经无法再继续繁殖了。我一直以为这种蝴蝶存在的几率应该非常非常小，要不是今天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确实很漂亮。不过，对于我这样的外行来说，它也不过是个蝴蝶标本而已。就为了这个标本，沙鼠失去了生命，海豚和乔普拉的命运也被改变了。这世界，生活嘛，我知蜜糖，你知砒霜。你认为十分珍贵的东西，对别人来说可能弃之如敝履，换过来也一样正常。说教。
真的没有。但这个标本啊，真的非常的值钱。瓦拉里洛跟我说过，海豚因为妻子生了重病，所以他很需要钱。因为搞钱呢，所以他违纪才会被警察局给开除的。后来呢，他就做了昆虫走私，这个行当一般很隐蔽，貌似社会影响力也很小，但真的非常赚钱。海豚本来是想去印度干票大的，然后就洗手不干了，想好好跟沙鼠过日子，但他没有想到这次他触犯的是一个民族的尊严。那你答应乔普拉了？标本是无罪的，犯罪的是人。乔普拉已经认罪，他会为无辜的杀鼠偿命。而这个标本最好的归宿，就是回到他的家，回到本该属于他的地方。今天刚一落地，你就为警方破了一桩奇案，而且这是外国哦。我这是跨国柯南体质，并不是。是这个蝴蝶标本引发了这一切。不管你出不出现，这件事情都会发生，只是你恰巧遇见了而已。反而，正是因为你的出现，警察才抓住了凶手，真相才能大白。也对。你还救了瓦拉里洛。这大白天真不能说人啊，在泰国也一样。谁？真是瓦拉里洛？不然还有谁啊？哎，你这个标本的事情要不要跟他说一下？不用，他跟我说了，他什么都不知道。你俩呀 ？Hello， 金良，你跟玛利亚在一块吗？没有啊。小子怎么总在关键时刻玩消失啊？我放在你们实验室那具焦尸，你们搞出什么名堂没有？很抱歉，还没有。上街了，报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又发现一具焦尸，待会给你们送过去。好的，我这就回实验室。OK。这里。卡，在。你去把法医和痕迹的兄弟们叫过来。